实心人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位贫穷的妇人，她有3个帅气的儿子。儿子们跟她说，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找妻子，因为他们在村里一个都没看上。他们走啊走啊，来到一片大森林，在那儿，他们看见一个小屋，就进去了。上帝保佑，老大爷，他们说，您能不能让我们留宿一晚？能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3个兄弟借宿了一晚。早上，老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路过这里，返回的路也会经过此地。作为对我让你们留宿的报答，给我也带个漂亮妻子回来。3个兄弟想了想说，老人要一个美丽的妻子干什么？他连走路都那么困难。他们暗暗地笑了他。3个兄弟走到了另一个国家，进了王宫，见到了国王。国王有3个美丽的女儿，小伙子们为国王效劳，为他打仗。国王非常喜欢他们，把3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们。他们高兴地带着各自的妻子回家。回来的路上，他们经过老大爷住的那条路。他们走到那里，跟老人问好：“下午好，老大爷。”上帝保佑，你们待在远方真久啊！我看你们都给自己找了个漂亮的姑娘，我的在哪儿呢？小伙子们回答道：“我们没有找到。”如果你们没有找到，就立马给我变成石头，只留1个姑娘给我当妻子。他这么说着，3个兄弟和2个女孩忽然就变成了石头，只剩下1个姑娘。老人让她留在他身边，女孩流着眼泪打扫做饭。有一天，看老人的心情特别好，姑娘对他说：“老大爷，你为什么把他们变成石头啊？”“因为我的心也是石头做的。”“那你的实心在哪里？”“就在床单里。”老人离开了家，到森林里去散步。女孩摘了很多花，编了一个美丽的花环，然后把它放在床单上。晚上，老人回家后哈哈大笑：“你为什么把花环放在床单上啊？”“老大爷，我放花环就是为了让你的心高兴。”老人哈哈大笑：“你是个善良的女孩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的心在那里？其实并不是。”“那么它在哪里呢，老大爷？”姑娘央求老人告诉她。“你听好了，在一片巨大森林的中间有一块大岩石，岩石里有只小鸟，小鸟里有我的心。谁能打破岩石，抓住小鸟，并从小鸟身体里拿出我的心，我的心在那一刻就会回来。”女孩想了想，神哪，这到底谁能做得到啊？很多年过去了，穷妇人还一直等着3个儿子回家。她以为他们已经死了。她又生了个儿子，他已经快到12岁的样子。“亲爱的母亲，”她说，“我没有兄弟吗？”妇人抱怨道：“她以前有3个兄弟，他们外出去找妻子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这样啊，您给我准备一个背包，带上吃喝穿的，我去找他们。”穷妇人给儿子准备东西后，流着眼泪送他上了路。男孩走了一会儿，坐下来吃饭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谁肚子饿，就来跟我一起吃。”我的神哪！从森林蹦出来一头高大的白羊，它长着好大的一对羊角。“小伙子，你叫了我，我来了。”男孩请大白羊吃食物。他吃饱后对他说：“你拔一根我身上的毛，一旦遇到任何困难，我就来帮助你。”小伙子继续赶路，又坐下来吃饭。他说道：“
谁在附近？我还有吃的。一只鸽子飞到他的肩膀上，来吧，跟我一起吃。鸽子吃饱后对他说：“你拔一根我身上的羽毛，一旦遇到任何困难，我就飞过来帮助你。”小伙子走啊走，到了实心老人住的小屋那里，他敲了门，但家里只有女孩在。晚上好。晚上好，你怎么会来到这偏僻的地方啊？小伙子说道：“我闯荡世界，你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小屋？”我不是一个人，女孩说，还有一个老大爷，不过他正在森林里散步。然后女孩向他抱怨，告诉他石头雕像是怎么回事。他还告诉他老人说如何能收回他的心。小伙子出发，找到了那块岩石。他说：“嘿，如果那只能把墙扎穿的大白羊在的话，一定会帮我撞碎这块大岩石。”我的神哪！大白羊一下子就出现了。他用脚撞了大岩石2、3次后，大岩石就裂开了。现在只需要鸽子来抓住小鸟了。鸽子也飞了过来，飞到了小伙子的肩膀上。他立刻把小鸟抓到了。小伙子捧着小鸟，开心地带着它回去。他走进小屋时，老人对女孩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亲爱的姑娘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突然有了很温暖的感觉，我心脏也跳得很快。”小伙子走得越来越近，老人的眼泪都流下来了。“在这儿，老大爷，我把您的心带回来了。”老人马上把鸟的心放在了自己的心房里，他的心立刻跳得跟以前一样。女孩说道：“老大爷，现在请您让食人活过来，让他们幸福吧。”老人马上就让他们活过来了。他们感谢了老人，然后彼此亲吻了对方，就回家了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，到现在还幸福地活着呢。